Hello，大家好，我是老歪。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些运用到铆钉技术的小耳环。我这边是大致上会用到的工具，然后这边准备的是0.5mm 厚的925银板，然后我在上面画了几个随机的图样，等一下要把它们都锯下来，然后钻孔，然后我们要来示范制作铆钉的过程。这边会用到的还有这个0.7mm 的925银线，这个要拿来当做耳钩，所以它必须要用925银。那其实这个板或者是铆钉要拿来当做铆钉的这个银线都可以用纯银来代替，但是耳钩就是尽量还是用925银，因为纯银的话会太软，就很容易就变形。然后除了这个银线之外，我还有准备了一个银管，这个银管的内径是1mm的，然后这个银管是要拿来当做间隔用的，等一下我会示范，大家就知道我这个等一下要拿来做什么用。基本上铆钉它的功能就是一根金属棒前后两端扩大，让金属在里面不会跑掉。冷接的时候，比如说你这些要连接的金属它是不能焊接的，或者是你的金属必须要是可以活动的，我们都会用到铆钉来做这个结构。好，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我先把我刚刚画的这个图案把它剪下来，那你用锯的也可以，你用锯的话它会有一些损耗啦，那我用剪的就不会有损耗。好，我现在全部都剪下来了，然后有一点变形，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想要在上面制造一些质感，我不想要它平平的，我想要有一些纹路，所以你可以用一些敲花的锤子，就是上面有花纹的锤子，或者是直接像我这样有一点点弧面的锤子都可以，直接在表面上面敲，它就会有一圈一圈的小痕迹，那顺便就把它整平了。你可以看到它有一点点反光的纹路，没有很明显。那如果你要很明显的纹路的话，你必须把你的金属先退火，然后使用纹路比较大的质感锤来制作。好，我这些元件都已经敲好了，那我接下来把边缘都磨过一遍，让它不要这么锐利跟粗糙。我磨过一遍以后，它整个边缘会变得很平滑跟流畅。这个定位点就是你的钻针放下去，你会觉得有进去一个沟槽的感觉，然后手要压紧，很轻轻的踩你的吊钻。好，其实我可以测量一下这边这个洞口到边缘的距离，大约是2mm。那我就这一片也是在2mm的地方做一个记号。好，我们就钻好了孔洞。好，接着我会使用到的是这个1mm的银线，我想要把一端融成一颗球，
来当做铆钉。然后，其实我融的这个球有点大，但是没有关系。接下来我会用这个最近刚买的这个铆钉的铁砧，专门做铆钉用的。然后上面这个黄黄的是它的那个保护油，不用管它，要有油才不会生锈。这个用久了油就会掉，所以你工具如果你久没有用，你一定要上油再把它包起来，不然很快就会生锈。然后我这个银线是1 mm 的，所以我把它穿进这个1 mm 的洞。穿过去以后呢，我直接用铁锤子把我刚刚的这个球敲成平面的。那我下面这个银线下面留这么长，我就先不管它，我先把我的这个铆钉一端的铆钉先把它做完。看它把我的铆钉延展的很平均，蛮漂亮的。然后我刚刚想到，我想要有一个U 型的一个坠头，所以我又去融了，拿一小段1 mm 的银线去融了两端去融了球，然后我现在要把它敲扁。然后因为我这个是925银，所以做完熔这种球状的熔之后，都要再退火过一次，不然你等一下弯成 U 型的时候会脆掉。好，我想要，我现在把它两端都敲平，就是有点延展开来，但是我希望它可以延展的更大，所以我再去退火一次。好，我刚刚把我的那2颗球延展的更大了一点，然后接着我要在它们的中心钻一个洞。好，那切管子我会喜欢用这个切管器，因为它可以让你每一段的间距都是一样的。调好你需要的间距之后，你就把管放到这个三角形的凹槽里面，然后这个压角把它压住以后，你就可以用锯工去锯这个缝隙里面这个凹槽。好，这样我就有一颗，就有一颗这个尺寸的管了，很小。所以你如果有切管器的话，就会比较好操作。你只要把它推往前，继续前一个步骤。这是刚刚的管，然后第2片，再一个管，然后最前面这一片。好，我们全部都把它穿到最后，所以这个就是背面。然后我的正面呢，我要留大约，我的正面想要用熔球的方式熔成一颗球，然后让它当成铆钉的前面，所以我前面大概留5 mm 左右就可以了，把它剪下来，然后把它穿过这个坠头。好，然后
现在这个坠头它是有一点打开的，所以我用平行钳调整一下我这个坠头。好，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我要去用熔的方式去把前面熔出一颗球形的铆钉，这样子这一个就可以结束了。然后我们再加上耳钩就可以了。这个是我们刚刚自栓完的成品。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用了2种不一样的铆钉形式，这个是熔成球再敲平的平面铆钉。那这个是直接熔成一颗球的铆钉，主要是让它不要尺寸比我们钻的洞还大，就可以当做铆钉了。那接下来我要拿刚刚的0.7 mm的银线做成一个耳钩，把它做成一个像酒的一个形式，穿过去以后，把它关起来，把这个口关起来。那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要焊接，才不容易从这个口里面打开。先剪下来一小段。这个我们把这个缺口焊起来之后，我们再来把这一根银线凹成耳钩的形式。好，接下来这个我们已经自栓过了，而且我已经焊了一个这个耳钩的圈圈，把它焊住了，就不会有开口。所以这整件作品就算是完成了。那我现在来先弯出一个耳钩的形状。然后这个尾端呢，我会用这个碗形的菠萝头去把它磨圆，这样子这个耳环就算是完成了。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会在这个耳钩弯折的地方稍微把它敲平一点，就这个 U 型的地方。一个是为了增加它的硬度，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前端的部分是有经过焊接的，当然它还是比纯银来的硬很多啦，只是我喜欢让它不要那么容易戴一戴然后就变形，所以上面这个部分我会稍微把它敲得扁一点，其实扁一点戴起来才会舒适。所以耳钩的部分，如果你是自己做耳钩的话，我觉得可以多一个这个步骤。也不要敲得太扁，因为太薄的话也不好。所以我们就是稍微让它变得比较硬，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如果手边有印记的话，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在这边补上一个钢印。看，好，那我们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去染色了。然后我这边有一个我一直在用的染黑剂，台湾有一些厂商应该也有在卖，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像它其实是可以一直重复使用的，
所以我会另外再装一个罐子，像这个我已经用了好几年了，这个已经被我用得很脏。只要是重复使用的染黑剂，我就会倒进去这个罐子，就2个罐子就不会污染。这个是回收的，这个是全新的，不要交叉污染，这样我们的染黑剂才可以用得很久。这个染黑剂的优点就是，它透明，没有颜色，也没有味道，然后也不需要加热，它只要在常温里面泡一下，马上就会得到很好的效果。然后重复使用，我都没有，目前为止都没有用到它没有效果，我只有用到它量慢慢减少，因为有时候金属上面还是会带一些液体把它带出来，所以我用的越来越少的原因是因为一直被我沾了带出来的，并不是因为它挥发或者是因为它没有效。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非常好用，强力推荐给大家。看一下下它就黑了，然后比较要注意的是你的铁的夹子、不锈钢的夹子不要去碰到这个液体，基本上这个液体就可以使用很久。我们刚刚把硫化过的这个耳环拿去稍微洗了一下，然后目前它就是整个是全黑的状态，所以我会稍微再把它磨掉一些，就是让银的质感比较明显。我用的这个是它有点像菜瓜布的质感。我有时候也会用这种菜瓜布平的，然后去刷出质感。然后如果细节比较多的话，你也可以用直接是做成滚轮状的。然后它的质感会比较粗糙。像这种表面质感，我觉得大家可以多试试看手边的一些工具，找出你最喜欢的效果。有时候光是表面的处理的质感都可以成为你个人风格的一个部分。像我刚刚用菜瓜布轮就可以刷出这种比较粗的大面积的质感，然后这个是手刷的效果，其实跟那个菜瓜布轮其实是差不多的效果，差不多的质感啦，只是像这样子，这里的这边有一个铆钉，所以这边的细节就比较刷不到，所以我可以在用手刷的方式再来加强一下。OK， 我们今天这个铆钉耳环就完成了。再跟大家复习一次，我们今天用到的一些做法，一个是用剪的方式剪下比较随机的曲线，然后一方面是它可以创造出比较随性的线条，再来是你可以节省你的银料，因为我用剪的，我不太会有一些粉屑的损耗。然后再来就是钻孔的孔径，要跟你的铆钉的尺寸是吻合的。你的孔可以比你的铆钉大，但是不能太合，太合的话，你的东西就很难移动，它就会卡在里面硬硬的。你的孔要稍微大一点点。然后再来是你可以把银线融成球，再把球敲成扁的，像这个前面这个 U 型的这个坠头的这个两端，我们是用融成2颗球，然后敲成扁的，再钻孔。
然后中间贯穿所有的这一根铆钉，你可以是平的，你可以把它做成平的，也可以把它做成球状的，都是用绒的方式。然后这个每一片跟每一片中间我都用了管子、引管来做中间的空间的区隔。就是你如果从侧边看，它就是一个比较有结构感的东西，那从正面看，它也是一个层次分明的一个耳环，它不会相互叠在一起，然后活动性也很好。再来就是耳钩的部分，我会建议说，如果可以的话，能焊接就尽量把它焊接起来，因为像这种耳钩样式的耳环，它很容易在拨头发呀、脱帽子、脱口罩等等的时候会被勾掉，就是它可能会从你的开口里面被勾掉，所以如果可以焊接起来的话是比较安全的。然后最后就是表面处理，我喜欢做硫化处理，然后再把局部做刷雾的方法把它磨亮。那这个是表面处理，它也可以是一个你的创作的语汇，那也可以是一种表现手法。重点是，你喜欢什么样子的质感，你就让那个质感可以，出现在你的每一件作品里面。其实它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个人风格。好啦，以上就跟大家讲解到这边。那如果大家对这个影片的内容，或者是我使用到的工具跟材料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哟。大家也可以跟我说你们想要学的技法，以及加入我的频道会员，支持我可以有更多的创作。那这支影片就到这里咯，我们下次见吧，拜拜。